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我回来了。哇，今天我们大家充满了欢愉的气氛，因为我们的病号回来了。病号回来了，病号后面还能看到病床在旁边，这是卧室的卧床，不是卧室的病啊。那灿叔，我们这个术后已经康复了不少，恢复了不少啊，所以我们今天终于可以录大叔中文了，再不录存货也没有了，所以非得上工不可啊！发现我是不可或缺的，你们上期那个怎么一点气势都没有，两个人，哎呀，死气沉沉的。我觉得我们上次录的就是少了一书，整个感觉差好多。对，真的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不能少嘞。我们为什么大叔中文一定要有3个，少了一个，这不是来宾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心理状况没有办法调试。对，而且我感觉就是这种欢愉的时刻，是不是来点酒要庆祝一下才好啊？对啊，来酒斟嘛，喝一口，或者是手术之后太疼了，喝点酒，这个减少一下痛苦，可以消痛一点，对不对？手术的感觉太爽了。太爽了。对，那当然灿叔还在休养期间啊，我们今天还是要为了各位观众，我们大叔们还是要努力的上工，努力的分享一下我们的知识。今天我们保证每周都有节目。然后这边要告诉各位听众们，我们除了这个灿叔舍命陪君子之外啊，我们的Ben叔也有新的麦克风了。我以为来不是，你不是说你术后康复恢复，不是？我以为我出了什么问题我都不知道。对，有了新的麦克风。上回有人说Ben叔你这个声音不行啊，对，没发现我今天声音特别有磁性，太亮了，不可逼视的感觉，就好像一个奖杯似的这个麦克风啊，沉甸甸的，还沉甸甸的啊。而且呢，这个因为有一些观众有反映说我们音质没有很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虽然得花点钱，还是要尽量把节目的品质。所以要谢谢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制，因为你们的支持，我才可以换一个这么棒的麦克风。我觉得我要换，太好看了。对，还差灿叔一个。这个麦克风就是在你面前，你就突然有那种要录特别更好的节目的感觉。对，真的要高歌一曲的感觉。那这个我们3种颜色也快要凑齐了，再凑一个黑色，我们还有一个粉色的。粉色，灿叔考虑一下。我知道碳叔用粉色合适吗？碳叔还是用碳的黑色好了，对呀，比较合适一点。好，那我们言归正传了，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中国的酒桌文化。那我们3位大叔当中呢，对于酒桌文化最熟悉的，我想就是灿叔了。他最近才经历一个家族的酒桌文化回来。那这个灿叔，因为我其实不太喝酒，我在大学的时候经常有那个同学聚会嘛，然后聚会以前，我有一个室友，他也是特别不喜欢喝酒，他每次就喝好多酸奶。就这样的话，在他的肠道上面就有一层那个酸奶覆盖是吧？对，然后他会给每个人都买一袋酸奶，说快，一会儿喝酒之前先喝这个，这样对，有这个说法，有这个说法，可以保护一下你的肠胃。对，因为酒喝多了真的会伤胃。受他影响，我现在就很少喝，然后或者是就是找借口就推过去了。真的，我发现就是不管是因为年纪增长还是怎么样，还是社交圈的关系，慢慢我喝酒喝的也越来越少，就不必要不喝酒嘛。在家里自己不可能独酌的，首先这一点不可能。现在外面其实出门出的也少，我的社交圈好像主要集中在你们2个，现在很少出去。我们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心情不好，3个人开直播在那边云喝酒，喝一杯。对。但是呢，我发现有一个东西，就是有一个习惯哈，就是你习惯你要脱离那个环境之后，这个习惯它就不存在，它就会被修改啊。但是呢，一旦你重新进入那个环境，你就不自觉的就会想喝酒。很奇怪一点就是我每回回老家的时候肯定会和我爸妈喝酒，这回虽然他们出来是照顾我手术，他们第一天来了，我本来和我老婆说我不能再喝酒了，我要戒酒了，
但是他们坐下，对呀，菜准备好之后，他们开始喝酒了，我就觉得我身体就蠢蠢欲动，我就觉得我不可能喝水啊，我不可能。受不了，我就开始喝酒。老家亲人的那种聚会，就是感觉菜都是为酒服务的，就是感觉对，我们中文说下酒菜嘛，对不对？对，酒才是主题，那些菜就是可有菜是无所谓啊，大家喝酒聊天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不自觉就会进入这个状态。中文就有说下酒菜，所以灿叔的父母亲来了，忍不住酒就要上来了，然后就开始喝了。我们大学喝酒也是为了把人给灌醉，就是感觉大家就是有什么目的？出发之前就已经预计到了，回来的时候肯定是几个人要服另外几个人，对，就是目的就是要让几个人喝到就是去厕所吐啊，或者是走路的时候东倒西歪的，就大家就可以嘲笑一下，就可以看他喝成那样。我觉得大部分人，我们好像大部分人都是在大学才真正开始喝酒。对。以前喝的少，很少接触。高中毕业时，我是高中毕业才真正第一回开始喝酒。但是我们家我们是老家是乡下的，就比较粗野一些嘛。大家男人女人都喝酒，每年过年都会喝趴好多人，所以就可能在基因里确实有。我爸妈也喝酒，会觉得会很享受那个氛围，就觉得大人喝酒好开心啊。会把这个喝酒和开心等同起来，助兴。所以一旦决定自己成年了，可以喝酒了，就会不自觉就拾起这个习惯，培养起这个习惯。然后呢，会把这个延伸到比如说自己的社交里头，像说大学的时候，喝酒是最容易拉近人之间的感情的这种感觉。我是真的是这样觉得。还有大学前压抑太久了，就父母什么都管啊，限制你。对，老师啊，父母都说你不能喝酒，不能做这个，不能聚会，不跟对，就是读书。但是我就是看茶书，就是文质彬彬的，我就想象不到茶书跟酒会有那你可就错了，你可就错了。不过我跟你们的这个经历完全一样，因为呢，其实在高中之前，我们大概都要准备联考，课业压力非常重，所以几乎我们是沾不到酒的，甚至可以说滴酒不沾，可能也不认识酒是什么，完全没有机会接触，都是在教室里面读书的乖宝宝。那等到毕业之后上了大学，开始社交圈开始变大了，你认识很多大学的同学，然后我也是大学的时候啊，你是那个社团社长对吧？你得社团社长，然后我又在网络上认识很多网友，所以我那时候豪迈的，其实我觉得我很赞同灿叔，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中国人的一个基因。对，你要豪迈的，然后你要一定要喝酒，然后也像变叔说的，喝了酒干嘛呢？一定要醉啊！醉了看大家东倒西歪的。对啊，你看以前我们看到《水浒传》，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感觉胸中会澎湃一股子豪气一样。对，现代人啊，太客气了。现代人的词汇叫喝酒，以前《水浒传》那个叫吃酒，吃酒的。对，以前都叫吃酒，因为我们老家的词汇还叫吃酒，叫点酒，就是吃酒。对，所以以前在这个文学作品里面是吃酒。大家用吃的，对啊，是的。所以你像我在大学的时候唱 KTV 啊，一定叫好几打酒来，我们还叫我们用手提的，所以我们说一手酒用手提过来。对，然后就是那时候是喝啤酒都可以喝醉，你看我们喝多少。然后那个时候喝醉到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唱 KTV 的时候，有一些同学是说，你们先喝，我去厕所一下，他是去催吐。吹完吐继续喝，就是那个不是在享受过程了，是享受谁喝的最多。对，谁喝的最这个太逗了。我带外国学生去过那个中国的 KTV， 然后他们就看到 KTV 就说哇，好漂亮啊，这个富丽堂皇的你们这个 KTV。然后他去厕所的时候就发现所有的人都在吐，然后地上都是那个吐的那个呕吐物。对，然后他说哎呀，怎么外面这么干净，厕所里这么埋汰？因为大家都已经喝的不行，都熬夜在那喝呀。对，是的。对，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大学都是大概半夜去唱 KTV，我们一定是选半夜去。为什么？因为半夜的时候人少，比较就是那时候有那个时段有打折的。然后大学生便宜很多，对。然后那个时候如果你在那个包厢里点东西吃也比较便宜，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在里面点酒，然后再点一些下酒菜，但主要是喝酒。然后那时候回去都醉的，所以那时候都是骑摩托车或开车都是全部不管，全部都是醉的开车回去，都很怕被警察抓。对，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骑摩托车回去的时候还东倒西歪，然后差点骑到别人的车子，因为根本就已经醉得分不清楚了。然后那时候常常会，那时候不流行代驾。所以那时候真的很危险，那时候几乎都是醉醺醺那种八字形这样骑回去，然后就其实是所以我曾经那时候我跟你们说过，我发生过车祸，就是学弟载我发生车祸，其实那时候我们有喝一点酒，那还好那时候是那个人撞我们，所以他也没有叫警察，还好他也醉了是吗？叫警察没有，他没有醉，他就是不小心撞到我们，他自己闯红灯，还好不是我们，不然的话会罚款对吧？这个警察来了，我们算酒后驾车，酒驾，对，所以我也是大学的时候，我跟灿叔一样，我不晓得我自己酒量很好，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开始接触酒之后，我很能喝我甚至有去参加基因里头，然后我有参加我高中同学的这个婚礼，也是喝很多，他们请的是药酒。他们那个他们在那个台湾的乡下，他们自己酿的，就是那个泡的吗？里边有那个枸杞啊，药酒可能还会泡，有的是泡蛇的了，有的泡。对，然后我没有喝过，没喝过啊。药酒的特色就是趴度很高，它那个浓度非常的高，就是它是一种几乎是快要说纯酒精了，它是几乎是50%、60%那种高浓度的，所以那个喝起来要很小心，因为你如果照平常喝酒的习惯喝很猛的话，有的人会中风，太强了，那么太烈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硬喝，哇，真的你有一种好像那个脑干要中风的感觉，哇！还好那时候我同学说，这个酒不是这样喝的，他叫我停了一下，不然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如果照以前喝酒的习惯猛喝，我真的会中风。那个药酒太强了，妈呀！婚礼喝药酒，对，因为他们是自家办的，然后酒也是不可或缺的，明白了。对，村里面，我觉得酒真的是不管是各种各样的场合，中国人各种各样的场合，婚宴啊、谢师宴啊、同学会，还有好友聚会，3、5好友聚会，酒什么都是几乎都是有的。而且像我们老家，就是每年都会自己酿一缸酒。那是用那种糯米酿的那种老酒，其实就你们说那种绍兴女儿红类型那种东西，也叫红酒嘛，对不对？对，那个酒是这样，你看以前那个《三国演义》那个温酒长华雄嘛，古代那种酒温酒长华雄，对，要冬天的时候要温一下，喝得很舒服，就是温酒。对，然后呢，但是这个酒有个特点啊，很好入口，一般拿一个碗，我们都是一碗一碗干的，一碗一干，一碗一干，但是呢，喝完几碗之后。绝对会醉，绝对会醉。我那几年才开始喝酒的时候，就是不自量力嘛，觉得自己太牛了，然后还觉得自己什么酒都灌不醉，像个大人一样嘛。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大人了，以前就都是看大人喝酒，现在自己也可以喝酒，就是豪气干云，就是干着。我们就像过年每初2开始走亲戚，我是初二一喝。初2一喝2顿，然后后面开始我就什么都吃不下，什么都喝不下，连的都是这样，因为就直接喝坏了，就是只能喝特别难受。但是第2年还是想继续喝，就是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可能喝酒带给人一种很大的愉悦感，在年轻的时候真的是。那个英语不总说那个 hangover， 这个中文到底怎么说呀？怎么翻译啊？宿醉啊，对，就宿醉了2天，对吧？对，宿醉。对，然后你喝醉耍酒疯吗？我倒不醉，我倒不耍酒疯。一会儿咱们可以聊这个，喝完酒之后每个人有什么丑态，我倒记得1、2回。这个我觉得酒这个词汇，你像我们3个聊起来，就好像如数家珍一样，就觉得哇，这个是我们共同的回忆。我觉得很特别，就是中国的酒文化。可能很多外国朋友不是很了解，因为我觉得外国人可能就是他们的酒文化，可能就是坐在酒吧里面，几个朋友点一些调酒去喝，就这样子，大概就是这样的文化。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酒几乎是一个在
社交场合里面，或者是婚礼、婚宴，或者是任何的，甚至丧礼也会有，对不对啊？然后虽然有，肯定会有酒，会有的。所以就是说，几乎是跟中国文化紧紧相关的，对不对？还有很多文学作品。都跟文学都跟酒有很紧密的关系。唐代的那个古诗词，对吧？比如那个李白《将进酒》，李白斗酒诗百篇，对呀，那个莫使金樽空对月啊，对，哇，这个太多了，酒跟这个身边的情景做结合，还有什么把酒问青天，对不对？对，所以这些诗词啊，各位同学，你们在学习中文的时候，酒。另外一个词汇叫杜康，对不对？在文学里面的词汇叫杜康，所以这些词汇，我觉得你们如果想要更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酒这个东西是千万不能够忽略的。对，因为感觉好像因为这些唐代诗人因为他们都很爱喝酒嘛，就感觉这个酒跟他们的才华联系在一起了，就感觉喝酒的话。那种有一种豪气在里面，豪气飘逸的这种感觉都有。还有就是，我觉得像卞叔说的，这些唐代、宋代的诗人，通常在官场上不得志，所以他们必须要借酒浇愁，这种的很多。那再加上他们是啊，对，这个，所以我们有很多相关的词汇，大家都可以学一下，借酒浇愁，对不对？还有哪一些？还有是吧？什么酒肉愁肠化作相思泪？对。那我们讲几个比较常见的，比如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这个就很常用，对，很常用。比如说我们三位喝酒喝到一个程度，大家都有点微醺了之后，哎呀，酒逢知己千杯少啊，好朋友来再干一杯。所以这些词汇都很常用。还有什么？还有敬酒不吃吃罚酒，对不对啊？对，敬酒不吃吃罚酒，敬酒不吃吃罚酒，还有什么？我们说酒肉朋友，你们说借酒浇愁，对吧？我们说借酒消愁啊，也可以，借酒消愁都可以，都有人对，然后我们说酒肉朋友，就是说。在你得志的时候才会跟你交朋友的人，对不对？就是不会真正帮助你的朋友，他们就是跟你一起真正的朋友，吃饭玩的朋友，喝酒来，然后你有困难或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就不见了。这个叫酒肉朋友，就像英文的那个 fair weather friend。对，然后我怎么突然想到酒后乱性？也有，还有什么？还有发酒疯，对不对？随便啪，对，哎呀，怎么啪，就是我们马上被有那个黄标的感觉了。对，所以其实我们讲了很多这种关于酒，所以中国文化跟酒文化，我可以说真的是息息相关啊。对，而且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我觉得我想请卞叔先分享一下东北的酒文化是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享一下酒文化其实是否也分区域的不同。肯定会分区域不同。卞叔东北的话就是有时候就是可能都不说那么多，东北是不是都是酒鬼？会不会？我就想象东北好像都很会喝酒，东北人。因为在东北的话，其实娱乐的方式比较少。然后因为冬天嘛很冷啊，然后我觉得我们那儿人滑雪的也少，不像这个欧美西方国家，这个到了冬天很多人就大批的去滑雪啊，做这种雪上运动。但在东北的话，基本上大家都挺宅的，就在家里又没什么事儿干的话，那就喝酒呗。所以酒就变成了一个家常便饭的一个东西，就不是说我要跟你就是套近乎啊，或者是说热闹一下呀，可能就是随便的两个人坐在一起就喝吧，整吧，也不用说那么多，不用客套，就正常聊天，聊的时候就来走一个啊，整一个，然后就干一杯啊。但是我们那儿反而喝啤酒比较多，会以那个你喝光的那个空啤酒瓶的那个数量为主。对啊，就是喝到爽的话，就是你可能就1箱2箱都喝光了这样。我觉得2个人喝在我们这边比较少见，除非这个人失恋了，或者是真的遇到了心情不好的事情，不然一般来讲2个男生喝就
比较少，当然3-5好友一起喝比较多。对，就是所以可能东北人天天喝就也不需要咋咋呼呼的，不需要那种我知道，就反而是那种不太熟的人啊，对，不太熟的人每天都会那样特别热烈啊那种啊。对，那灿叔南方代表，你们那边的酒文化有什么跟东北不太一样的？就是中国南方很大，就是虽然我是浙江，但浙江应该浙江不是绍兴酒很有名吗？浙江对，你们那边好像这种那边是酒乡吧，对不对？不一样的，都是那种很有名。其实浙江人整体不怎么能喝酒的，就是你像杭州啊那些地方，应该都比较文气，他们喝酒拿个小杯子这样喝一点点。就是我们那个地方可能是和福建和江西交界的地方，我们是山区。那个地方人就是相对比较粗野一些，是这样。就是特别是村子里，大家反正是，反正在我印象中，不是说每像笨叔说每天都喝酒，但是成天聚会，特别喜欢聚会。然后特别比如说有亲戚之间成天我家有什么好吃的邀请过来，然后都一大帮人邀请过来，就喜欢这样热闹，一热闹就爱喝酒。以前的话，我觉得以前的话可能会喝自己家里酿的老酒。然后这种喝啤酒很少，大部分要么喝老酒，要么就是喝白酒，就这两种比较多。药酒也会喝，啤酒一般是年轻人才会喝一下。年轻人像我爸他们这一辈人是不会喝啤酒的。同意。我们那边就是吃饭的时候就开一瓶啤酒，就都是啤酒。同意。年轻人都是喝啤酒，啤酒对他们盐度数太低了，不是，就是喝起来不 man 啦，就是对。感觉不是男人应该喝的酒。灿叔，你们那边我看连甜点什么酒酿圆子是吧？对，就是酒会入菜，酒糙圆子还是什么？对，有叫甜酒酿都有酒，甜酒酿嘛。甜酒酿那个东西其实就是酿酒的时候，它会捞出一些东西，它就可以做成那个叫什么汤圆一样，也可以放进去，也有啊，可以对，酒就很奇怪的味道，对。就是我们说明我们地方民风很淳朴，特别爱喝酒。这个那我就觉得南方，你像台湾啊，台湾基本上酒文化也是非常非常盛行的。像我们这边有很多冬天要吃那个姜母鸭，所以有很多姜母鸭的店。那也是酒做的那个，那肯定是酒做的，但是那种店啊，到了冬天那个人满到坐到马路上去了大家都是叫姜母鸭，姜母鸭本身就是用酒去做的料理然后呢，旁边还会再叫一些米酒，还有或啤酒，所以基本上到了晚上，大家工作回去很累，想要这个消除疲劳，不是在家睡觉，冬天都是跑到姜母鸭的店，都在喝酒，都在吃姜母鸭，然后吃的醉醺醺的，怎么办？又不能开车，所以现在慢慢这几年啊，台湾的代驾也开始流行了。以前代驾是不流行的，现在开始流行代驾了。所以现在基本上因为这个酒文化的关系，台湾现在这个代驾的 App 也开始流行起来了。对，所以对，基本上在台湾酒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年轻人也会喝酒，然后你说上班族如果要应酬也是喝酒。我觉得这个应酬是不可能没有酒的。如果你的客户是也是喜欢喝酒的人的话，我觉得应酬也是一定要喝酒的，肯定要喝酒，所以肯定要喝酒，因为我觉得喝酒喝到某一个程度，当你微醺的时候，谈生意比较好谈。对当你微醺的时候，你的脑子会分泌一种很奇怪的化学物质，就是要豪迈一点，干脆一点，所以你会很容易答应这个客户的要求，或者是客户很容易答应你合同里面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跟客户通常也会喝酒，所以我觉得久而久之这个文化就有一点变味了，感觉就是知道就是有这个应酬的文化，就有些人即使他不想的话，他也得硬着头皮去，知道一定要经历，因为他已经变成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了。你想要做成生意，你必须要经历这样一个喝酒的就是每天可能为了应酬，你要喝得醉醺醺的，可能每天都要这样子。所以这个的确，我觉得也有很多人不像我们三个天生可能就会喝酒，有人就是喝一点点就醉了，有的人甚至滴酒不沾，那他们要怎么谈生意呢？所以这个也造成很多人对于酒文化其实是抱着有一点
拒而远之的心态，抗拒的心理，对，抗拒的心态，就是他觉得酒文化是一个不是他想要的生活方式，所以也是有这种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这个中国这么竞争的环境下，而且压力蛮大的环境下，酒也有好处，但是的确也有一些人不是很喜欢喝酒，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至少酒文化是男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之一吧。我觉得男人之间如果比如说我们今天3个在西安碰面了，或许灿叔就会买几手酒，对不对啊？肯定要买酒喝的，对。然后我们就喝了。那可能茶叔已经很多年没有喝酒了，但是这个场合是一个喝酒的好时机，那或许我就重拾酒杯，我又开始喝起来了，然后又重拾以前那种很欢乐的时光。所以我觉得好朋友之间怎么可以不喝酒？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种喝酒还罢了，就是当你说像工作应酬这种场合，当然比较难一些哈。当然你可能有这个动力，会觉得我需要做成一些事情，其实有这个状态在。整体很多人会有这种状态，不是说那种特种抗拒的人。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朋友之间，还有和比如说亲戚之间，大家聚会的时候也是很欢畅的这种氛围。但以前我虽然喝酒，以前我看外国很多人他们会酒瘾特别重。还要戒酒什么，我当时是很不理解的。我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其实因为在我认知里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人，就是说酒瘾很重，就完全他们那边不有什么祝酒协助会啊，什么 AA 对吧？对，美国有 AA 那个，对，是的，互助会，他们好像是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就需要通过酒精来要麻痹自己。对。你觉得中国是有我们没有发现吗？还是说有肯定是有，但是肯定有，周围我看到不是很多，是这样。但是没有那种说家破人亡我们没有机构，我觉得会有，只是我们比较少听到。你像媒体不太报道这种，好像对，像在台湾，我们这边有原住民很喜欢喝那种小米酒，那个也很容易醉的。喝小米酒，然后我曾经看过一些新闻啦啊，就是其实不止原住民啊，有一些我们这城市里的或乡下里的都多多少少，有的人是没有工作，是找不到工作，生活很不顺遂，很不平顺，然后可能小孩跟妻子都不要他了，妻离子散的那种生活很不如意的人，他每天都借酒浇愁。每天都喝酒，所以喝到已经上瘾了，就是他连生活的钱都没有了，他宁可把自己剩下仅剩的钱拿去买酒喝。所以这种人还是有，就是用这个我们中文说借酒消愁嘛，好像你喝了酒什么都忘了。那因为他的生活太不如意了，所以他只好反正喝醉了什么都不晓得了。所以这个就会变成酒上瘾了。我们好像也喝白酒的，一般好像感觉喝啤酒很难上瘾吧？对，好像都是喝那种度数高的，对不对？对，我觉得如果是这个已经上瘾的人，什么酒都喝。真的我看过喝啤酒上瘾的人也有。我曾经去当过医院志工，然后过年的时候。有一个病患就是每天都是在路上喝醉，然后被救护车送来医院然后他来医院第一件事就是吐的满急诊室都是。然后呢，护士还要请志工去帮他擦澡，因为全身都吐得臭臭的。对。然后第二天，然后隔天早上起来他酒醒了，又回家了。结果呢，傍晚又发现呢，他在路边又喝醉了，一样救护车又送到他，从初1到初15。重复做一样的事情。对，所以就是有的人就是家庭或生活不顺遂，就会用酒这个东西来度过这些不顺遂的生活，这个是有的。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文化流传下来，给我们这些东西很多就是这样表象的东西，就感觉和酒相关都是比较美好的。你感觉这种《水浒传》的兄弟之情啊等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像诗人他们写的这些东西，其实这样给我们掩盖了很多其实很底层一些不堪的东西。就是喝酒，其实你像有些大诗人，像李白，他其实不喝酒已经不行了，必须每天喝酒。因为李白的人生，你虽然看他写的诗歌很浪漫，但是他整个人生是十分不得意的，非常不得意。所以他需要用酒这个酒精刺激自己，他只是没有疯掉而已。其实我突然想起来，你说完全没有也不可能。但像我外公，他就是喝酒，他晚年的时候，就是每天从早
早中晚每餐都要喝酒，都要喝白酒。他其实最后走的那么快，身体垮掉是喝酒喝酒，喝掉。其实我妈当年不是说做手术脾脏给割掉了，她当时也是因为那个肝喝酒喝坏了，因为有段她也是喝酒，就是可能生活有些不如意吧，可能是家庭的状况等等，我也不清楚，因为她没和我说过。但觉得可能因为你是一个会喝酒的人，你当下有不顺的时候，你会回想起来喝酒那个状态比较舒服，你就会自然而然往这边逃，会觉得这个能带给我一些暂时的忘却一些烦恼的状态。其实可能生活中其实有很多这种状态，很多人有这种状态，其实我们会无视掉这些东西。很多时候目光会觉得看来喝酒是挺爽的，几个3、5好酒聚会啊等等，都是很豪气干云的感觉。我记得之前我唱那个歌《鸿雁》，酒喝干再斟满，就是那种感觉。再来一遍，对对对，这个太多歌到现代，甚至到现代，太多歌都跟酒有关系了，对不对？对，像那个跟往事干杯也是啊，干杯，对啊，也是朋友一定要干杯嘛，对不对？所以像灿叔你刚刚说的，就是都记得是这种都记得喝酒的美好的状态，对，就像你说这些很多蒙古歌里头很多敬酒歌啊，就很多人爱喝，就是喝完酒之后唱歌等等，感觉都很美好。但是蒙古帝国当时很多人感觉一个个的脑子有病，都是喝酒喝坏掉了，很多男人都喝酒喝坏掉了。其实这个历史上是有这么一个说法的。所以这个灿叔刚刚说的很多例子是比较负面的例子，那就是喝酒过量酗酒，然后借由喝酒这个事情来麻醉自己。那这个我们聊一下酒品这个概念好了啊。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呢，这个酒品可能同学们，我们昨天讲的时候还有同学以为是酒瓶，不是酒瓶，是酒品。酒品是什么？我们请Ben叔帮我们解释一下，我们中文说酒品是什么意思？酒品就是这个人喝酒以后他的行为吧，就如果是这个，有的人可能会那种爆粗口啊，就是骂骂咧咧的啊，有的人可能就很油腻啊，就是那种嘻嘻哈哈就那种，对。还有的人本来喝酒前很 man， 然后喝完酒就变得有点那种小娘子的感觉，对对对就本性就跑出来了。就普遍话会变得很多吧，话会变很多。对。那我们常常说酒后吐真言，对不对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的酒品，有的人很好玩，喝了酒之后就特别现原形。对，东北是不是还有什么酒壮怂人胆有这个说法对，一般可能我不太社交嘛，那得喝点酒，那个帮助自己这个胆子大起来。人比较怂，要喝点，喝点胆就大了。有些艺人会说，我上台前要喝点酒，不然的话我不敢上台，会太紧张。所以有人真的是这个借酒来壮胆就喝酒来壮胆的也有。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来聊到酒品的话，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酒品好不好？灿叔，你的酒品好不好？酒品发酒疯吗？我们先跟各位同学解释一下，酒品好的人就是喝完酒你喝醉了，基本上你还是跟本来的人没有太大的不同，然后没有什么不好的行为。这是我是这样。对。然后如果是酒品不好的人，那就是你喝完酒可能会爆粗口，可能会打人，可能会讲一些不该讲的话这个都是酒品不好的例子。灿叔是不是一个酒品好的人？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我有印象就是话多吧，我觉得灿叔话会很多，会变话痨子话痨子，然后还喝完哭过会哭啊，你会这样感性不是，这其实只有一次，我记得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那谁都哭那不都哭吗？对，但是我的同学们都没有哭，就我一个人哭了。这个还有就是我记得就是有一年过年回去过年的时候，在家里喝酒，喝完酒被我爸灌醉了，然后我自己不记得，我妈他们说就是我喝完酒之后就把自己家门打开，敲隔壁家门，敲门，然后隔壁门不是，他们把门打开之后，我说厕所在哪？我到他们家去尿了泡尿，好糗到隔壁家去尿尿去了。对。
就仅限于骂人我是不会。这个不能说酒品不好，我觉得酒品不好应该是你有做一些出格的说一些伤人的话啊，做一些伤害人的事情，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就是控制自己的。我觉得去别人家尿尿也很出格了。对，如果灿叔你是个明星，你就被报道出来。我还在马路边上尿个尿。这个对，这个酒品好的人基本上就是喝完酒可能就倒头大睡了，然后或者就是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啊。我是会不一样，话会比较多，反正。在马路边是有一面墙吗？还是说灌木丛？灌木丛你要小心哦，要有遮挡的，对吧？那Ben叔，你说你的酒品好，你喝醉酒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其实我不知道，我这个人是一直喜欢保持理智的状态，就是即使我喝酒的话，我会喝到一个度，那个度就是让我还能够保持理智，不至于我彻底就是忘了自己会做什么啊。比如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去那个夜店嘛，在北京跟朋友去夜店，从夜店回家的时候，有时候我打一辆车，那个时候已经醉得不得了，在车上就有点晕车嘛，我就想吐，但是我其实我已经马上就是醉到不省人事的那种状态，但我自己还是，但我自己脑子里还是那个清醒的，就是说不能吐在车上，不能吐在车上，回家再吐，回家再吐，然后最后就是真的，马上打开门，也没有机会去关那个门，就跑到厕所就吐到。准确的那一秒吐在了马桶里，再晚一秒就吐在地上了。哇，你也太牛了吧！太牛了吧！对啊，这个不过因为Ben叔你会喝到一个度，对不对？你不会喝到超过自己身体负荷的。而且我想吐的那个状态，就是我醉的状态，我也不会表现出来。那个司机一般不愿意拉那种喝醉的，就会觉得会吐在车上很难处理，那个味道很难处理。所以我还跟那个司机假装我没喝过酒，就很平复的状态跟他闲聊那样啊，他就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已经醉得不得了。可是你身上没有酒味吗？身上没有酒味？应该好像他不是那种，就是在夜店你喝那种就是混的那种鸡尾酒调酒那种，好像味道不是那么重。像我喝醉的话，我不会骂人啦，也不可能打人。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喝醉酒我本身就比较热情，那就是常常唱 KTV 喝醉酒的话，真的喝很多。通常我喝醉的时候，其他人早就醉倒了，因为我的酒量还不错所以其实我觉得，因为茶叔是麦霸，茶叔一直在唱歌吧，就没有喝酒，大家都在喝。对，也不是，我本身也开玩笑喝，所以我我通常唱完一首歌我就喝一瓶一瓶那个易拉罐的喝一瓶唱完一首我就喝一瓶，一口气喝完吗？一口气喝完，一定要豪迈的我觉得以我的个性了，我的个性就是一首歌就是一个易拉罐但不过我酒量非常好，那个时候我发现通常都是所有人都醉倒了，我还一点点微醺而已。但是因为我记得有那一天我的状况没有特别好，那天身体比较累，所以我去唱歌还是陪着朋友们去唱歌。我记得我那时候是比较先醉了，然后我真的是醉，那时候真的喝得很醉，因为我那时候还帮别人挡酒，我特别喜欢帮酒量不好的朋友挡酒，我觉得这是一个义气的展现。所以我特别喜欢挡酒来帮女生挡酒嘛，对，也会帮女生挡酒，一定要，因为很多女生真的不喝酒，但是她喜欢大家聚会的场合，但是她不喝酒，所以我会帮女生挡酒。所以最后的结局就是我真的我觉得我醉到没办法控制自己了，然后我就好像醉到不省人事，但是我朋友们跟同学们说，茶叔，你知道你昨晚做了什么吗？我说怎么了？我该不会随地尿尿吧？女生那么多，随地尿尿很丢脸。他说没有，但是他说你没有做出任何这个爆粗口或打人或什么的举动。他说你看到人就爆，对就是太热情了，所以我就会有对，然后就是他说，哎呀，茶叔，你昨天看到男生也抱，那种抱是抱得紧紧的，然后那个磨蹭脸，没有亲两口。
他们说有，就是亲，不管男的女的，抱了就这样嘛，然后这样一直磨蹭这样子的，然后他们都觉得看笑话而已，就是因为你喝醉了。因为你没有喝醉是不可能做这些动作的，所以就是对他们就说你昨天真的发酒疯，看到男生女生都抱，然后这样死命的，好像那个就是抱住电线杆的感觉，然后一直硬去磨蹭人家这样，然后感觉这也是种技巧啊。有些人喜欢一个女的不好说，然后他们就说你是不是对你是不是故意？其实你没有醉，然后你用这个合法，好像这是合法的。在磨蹭女生的机会，我说我真的不省人事对，我说不然的话真的有一点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些女生愿意让我磨蹭吗？然后他说那些女生倒是没有去抗拒，可能是我帮他们挡酒的关系，然后可能那个场合也是大家都欢乐，所以也大家就觉得好玩就好了。对，然后我心里想，茶叔小心被 me too 啊！现在台湾不是 me too 比较流行，倒不会，因为其实我后来都有跟那些女生说对不起啦，就是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对他们都说没关系，因为那大家都知道那个场合就是开心就好了。对，不会特别在意喝醉了嘛，喝醉了。你平常人品怎么样？你要平常人品不怎么地，那就对，平常还好，我人品还不错，又有帮他们挡酒，然后叫唱歌都有邀请他们来，然后其实这种状况也非常少见，偶尔而已。所以这个我觉得也蛮有意义。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就有点像那个当兵的回忆一样哦，一遇到就聊不完，就是那种回忆都涌上来。对 KTV 的那种喝酒的，你说现在的话也很难找一大帮人去唱歌，就大学的时候，现在 KTV 也不流行了吧？感觉。对，我觉得 KTV 主要是我以前大学那个时期是非常流行的，每个人我们那个时候还流行，现在不怎么流行了。对，现在我觉得不流行。然后不流行之外呢，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也不太流行这种酒桌文化，我觉得也比较少了。对，慢慢确实真的少了。现在的因为什么？以前在中国的这个酒桌都是在宴会，婚宴都是在乡下自家门口有很大的空间。都是办流水席那种办桌形态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邻居或者是3-5好友来，办很多桌，那一定要喝酒。那现在的婚礼都是请那个婚顾公司来举办，所以那个场合你要喝很多酒，其实也不太有机会。对，所以不会喝很多的，都会克制。包括新郎新娘他们敬酒的时候，在这种婚礼都很客气。小杯都里边的酒都换掉了，可能掺掉都是假的，可能就是水，都不是真的白酒啊。对，是的。然后呢，可能因为这个在现代的婚宴由婚顾公司举办这种婚宴，其实呢酒也很贵，所以也不可能像以前那么豪迈的这样喝。以前都是自家人自己酿的酒，你看你怎么喝都没关系。那现在说实话，酒也变成是精品了，变得比较贵，所以我觉得这种酒文化其实在中国也慢慢的开始在转型了，在变化。我觉得年轻人也不喜欢老年人的那一套啊，应酬啊，或者在家里啊，也不愿意跟亲人互动什么的，所以感觉就这个酒文化好像慢慢的。我觉得现在可能慢慢的这个中国的酒文化，可能在乡下还看得到。如果在乡下办婚宴之类的，甚至丧礼也会有，丧礼我们也会办流水席，也会有，然后也会有酒，但是在乡下比较多。现在在城市几乎都是让一些特定的单位来帮你举办婚礼的时候，那酒都是这样一瓶，顶多叫个2瓶红酒，都是比较这种红酒的类型的，就比较不像我们以前那种酒了。然后另外就是说呢，其实就是现在我觉得很多西方文化进来之后，很多年轻人是比较喜欢去酒吧喝那种调酒，那种调酒的单价比较贵，所以也没有办法有很豪迈的那种喝法。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的酒文化真的在改变，就是小酌一杯，对啊。而且我觉得在城市里边，对，我觉得和整个这个家庭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有关系。你像我们以前的话，每个家庭都有几个孩子，对吧？所以就衍生出很多小家庭，大家逢年过节肯定会聚会，一聚会的话肯定会聚餐，会喝酒。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大院啊什么的，或者是你这个楼里边都是这个一个单位的
人，对对对，大家都认识，就很容易聚在一起，可能会聚在一起。对，现在变了，慢慢的自己买房子，每个家就是关起门来就是自己一家人，你也不认识你的邻居，可能跟邻居住了10几年，你也不知道邻居是谁叫什么。对，我是这样想，就像我爸他们的年轻的时候，可能会看到我爷爷他们上一辈都是这样喝，他们会感觉很想融入那个氛围，他们很喜欢这种氛围，然后他们延续下来，他们还有这个环境，还有这么多兄弟姐妹。到我们这一辈之后，慢慢之后觉得没有意思。像我这回回去，我都没怎么喝酒。我首先觉得我其实不想参加他们那个氛围，因为喝酒你需要聊天啊，聊的那很扯闲淡的东西，感觉没有意思。没有，对对对，没什么意思。然后我发现就不只是我，还有我的一些表兄弟姐妹，他们好多慢慢好像也不怎么喝酒，都不怎么喝酒。只有我爸他们那一辈人还在坚持，还在喝酒。所以我觉得慢慢还是都是在变化，中国的酒文化其实也在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可能或许吧，或许酒文化可能只在应酬的时候会比较多，或者是真的，或者去农村他们自己办喜宴的时候，我觉得可能那个气氛会更。就是我觉得酒文化慢慢会变成一个比较特定场合才会有的东西了，不像我们以前是这么样常见的一个状况。我觉得酒文化也慢慢在改变。然后你也说实话，喝酒这种东西，你也不可能在家跟老婆喝酒，就感觉很无聊。所以一般来说都是跟好朋友或客户应酬才会。所以这个喝酒真的场合是非常重要的。对，因为场合不多，不像这边的话，下班大家就去那个路边喝一杯啊，跟同事啊，跟好朋友啊。像我是说在这个西班牙，我知道，在中国还是那个家庭观念为主，就是下班了马上就回家吃饭，对吧？回家看电视啊，就很少。我们也没有什么聚会啊，没有，就是即使公司的这些团建活动，基本上就是做活动，也很少去，就是喝好多呀。大家可能就团建完了就回家了。其实我觉得西班牙人就他们就习惯，就下班之后就会都是去喝点酒吗？去酒吧就有时候就会问一声，哎，要不要喝一杯啊？或者今天我请，然后跟我喝去吧啊，这样。一般不会喝太多是吗？但是我是在这边，我是在一个英国公司工作，之前不俗，所以西班牙人的话倒是因为这边真的很便宜，西班牙路上就是这种室外的桌椅特别的多，然后你在那边你喝啤酒要比你喝什么可乐啊这些有商标的要便宜得多啊，所以在西班牙一杯啤酒的话才1欧。撑死也不超过2欧，所以大家很习惯坐在那儿就喝呀，喝啤酒。特别夏天的时候喝一杯啤酒特别对，有时候你点啤酒，他们还送你一个小菜啊，然后给你一点点下酒菜，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在这里。所以Ben叔，你觉得在西方，比如说西班牙这个地方，喝酒也是很常见的，但是都是小酌，对不对？我们中文说小酌。对对对，就特别常见，就感觉就是你喝饮料一样就不会说变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喝酒的一个氛围事件。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在东亚像我有去过韩国嘛，我们去韩国旅游的时候，我们特别在半夜的时候有出来他们吃夜宵那个是吧？首尔的夜宵怎么样或夜景？我们就发现韩国南韩真的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国家。为什么？就是你的确看到很多人就是应酬完，然后就是醉醺醺的，然后呢，他在那个商店门口会小号会尿尿对然后就会看到，然后的确在大街上的有一些角落，你会闻到很浓的那个尿臭味，尿骚味，所以就是对尿骚味，你就会知道说很多人是应酬完了找不到厕所，就会在这个角落里面尿尿。那我就发现，其实，在台湾有一段时期很竞争、经济很发展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子，就是大家应酬到很晚，然后最后在路边尿尿，或直接在路边喝醉喝倒的都有。所以我觉得在亚洲来讲，酒有时候其实也象征着我们这个亚洲人的工作实在太竞争了，然后必须要喝酒来跟客户打交道，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听到宿醉这个词很流行，对不对？对，宿醉，然后还有会常常就是喝太多呕吐什么的，这种新闻常常看到，所以就是这个酒跟东亚的文化啊，特别亚洲的文化特别紧密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还蛮有意思，因为我知道有些宗教的国家是绝对不喝酒的吧。像我们之前访问那个唐华不是偷偷的告诉我们他其实偷偷有喝，对不对？对，意思是其实酒基本上啦基本上像伊斯兰教国家的朋友是不喝酒嘛。对。但是欧洲的话也有，就是比如说他们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比如我参加了西班牙那个奔牛节，在一个城市小镇叫 Pamplona， 因为它是一个小镇，所以它的那个酒店啊或者民宿特别的少，然后大家就是都一般就是睡在那个草坪上，或者是在外面就沿街的那个尿尿什么的。然后这个节日他们还习惯就是向路上喷洒那个红酒所以那个路就是又伴随着黏黏的那个红酒的那个印子，然后又有那种尿的那个味道，尿骚味哇！但是很好玩，他们很会过节，但是会觉得路上都是酒鬼那样对，很有画面感。但是就是你会觉得。也就是因为它是一个7天的节日，就一直在喷红酒，一直大家就好多醉汉呢在路上走然后向你身上泼红酒泼水这样子感觉好浪费钱的感觉不过我觉得我觉得酒这个东西其实在人类社会中真的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因为你像我有时候看那个 Instagram 就看可人老师也会说宿醉了该怎么办，然后有几个方法，然后你会觉得可能老师是在美国是每天都宿醉是不是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好像虽然在酒吧不会喝很多酒，可是他们好像都还是可以达到喝醉的那种程度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是很享受喝醉的感觉，我觉得有某些我觉得魅力值会增加，你像可人老师那么就是说自己很能喝酒什么的，就感觉这个老师好酷就会就像有人觉得抽烟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对有时候抽烟或在一个状况下抽烟跟喝酒好像反而会散发出一些吸引力出来对所以人类真的是很奇妙的动物就是为什么这些行为会让人产生吸引力其实我觉得很奇怪，你像就是东亚这边和西方以前也隔挺远的是吧为什么同时就在很远古的时候都有人已经开始研究出酒了虽然酒的这个制作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都已经有酒了为什么就说明人可能就需要这种东西天性就是需要这种以前的文化我们以前在学希腊罗马神话的时候还学到他们有酒神对不对中国就没有酒神这种神明但是他们是有酒神的就狂欢节庆的时候他们要去祭拜酒神他们甚至有酒的神所以其实不只是中国我觉得很多国家对于酒也有一种就是独特的魅力甚至有些节庆是为了酒所举办的这个常常有听到外国有这样的节庆所以我觉得酒对于全人类来讲吧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大主题对不对是一个很值得深入一谈的主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特别想要提的就是说很多人在心情郁闷的时候特别会想要喝酒来忘记自己的痛苦我觉得这个是很常见的所以我们中文会有这个借酒消愁这样的一个成语说法对不对对所以我身边也遇过很多这样的朋友就是找我去喝酒那就是被女朋友抛弃了或者是跟女朋友分手了特别是感情的这种事情因为人遇到感情就好像走到一个死胡同你走不出来那怎么办你只能戒酒喝酒或许喝醉了明天早上起来你已经忘却了那个对我可能会说真的不知道怎么安慰你都在酒里了就喝了就一口就喝掉了那你唯一能够今天陪你喝对这样你唯一能帮助你这种朋友的方法舍命陪君子跟他一起喝醉所以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就是那个阶段常常就是会有这个男性的朋友就是这种失恋的状况
都找我去喝，因为我大概是这个我们以前那个团体里面我最会喝的这些朋友圈里面我是最会喝的，所以找我去喝最过瘾，一定会喝醉，而且他们喝醉我还没有醉，所以他们很安心。就是还有人会照顾他们，但是所以我觉得我大学的时候很有意思，常常睡起来旁边是个男的，怎么是个男的？因为我们都喝醉了，对不对？然后常常而且就是又失恋了，怎么是个男的？随便了，就走掉了，那把他留在那里，我就走掉了。而且你掌握了第一手的八卦，谁跟谁分手对，而且我已经我的目的达到了，拎着满满的八卦我就走了。对，你知道吗？他俩是这么分的。对，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非常的享受这样的过程，就是很多男生失恋找我，情报中转站，请我去喝，然后我也喝醉了，隔天起来旁边睡个男的，那没关系，我已经得到我要的情报了。那因为我掌握很多情报，大学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女生会问我。那个人到底跟谁恋爱啊？那个男的到底喜欢哪个女的？那个女的为什么跟他分手？我都一清二楚，了如指掌。你说你请我喝酒，我告诉你。我那时候反而不敢跟女生喝耶，因为这个我们中文还有句话叫酒后乱性嘛，分数刚怕自己乱性才是。对，因为你跟女生喝，对，跟女生喝醉了会发生什么事？说真的，你也不晓得。那很分数之前说了呀。对所以这个都是月亮惹的祸。都是月亮然后而且呢，跟男生喝比较没有任何拘束跟负担了。对，而且呢，他会找你喝，一定是有一个情况发生，他才会找你喝。所以基本上我大学还蛮享受的这个状况，就是跟一些好朋友喝，然后得到一些该听的八卦，该吃的瓜得到了之后，你会觉得其实人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所以我倒觉得这个在中国社会喝酒浇愁倒是一个蛮常见的状况，而且我觉得真的也蛮有效的，隔天起来好像真的什么事都没发生。所以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失恋的时候好像特别有失恋的时候特别有效。然后还有就是酒会跟一些比较窝囊的丈夫会连上关系，对不对？像有的老公他可能找不到工作，或者是他有些老公喝醉酒会打老婆，我觉得这个也是常常会看到的新闻。是的。所以这个酒常常也跟一些负面的新闻扯上关系。有的人就喝酒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酒品很差，那就会打老婆打小孩的也有所以这种状况其实是蛮多的。对，我觉得我们已经聊蛮多的所以关于酒的话题可以跟朋友扯上关系，酒逢知己千杯少嘛然后还可以跟这个酒后吐真言，我觉得也蛮好玩的就是你喝醉酒之后什么话都讲得出来。对，我们涉及到很多酒文化的词汇，我觉得大家对，我觉得多听几遍这一期，关键的词都掌握了，都掌握了，因为太多成语跟谚语是跟酒有关的了。你们在平常上课的时候，老师绝对不会教你们这些东西所以你们唯一的方法就是收看大叔中文的这一期，我们几乎把所有跟酒有关的成语、谚语跟场景都讲。还有词汇，对啊，像我们说什么劝酒、敬酒啊、酒品劝酒、敬酒都涉及到了。对，我们刚好昨天也聊到，有直播也聊到了这个怎么样，有人要劝酒，你要怎么去应对所以我们昨天的主题是聊场景上的应对如果你不会喝酒，你要怎么应对如果你要尽兴的跟朋友饮酒，你要怎么去应对所以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昨天的直播，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教了太多跟酒有关的词汇了好，那么我们放灿叔去躺着吧。对，灿叔快不行了，我看他已经快要那个对了快不行了。对，那没关系，这个灿叔开一瓶啤酒，灿叔对，浇在伤口上面，浇在伤口上面。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放灿叔去休息了，下个星期灿叔应该就完全康复了可以完全发挥实力。我发现我们三个真的缺一不可必须对，我觉得我们三个有聊不完的话题，可以无限延伸，对不对？是的，少一个都真的少一个都不行对，好，那么我们就今天就聊到这儿，希望各位同学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国家的酒文化，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主题。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下次再见咯，跟大家说再见，拜拜，再见。